現在，一件人類幾乎無法真正想象的事情，正在宇宙深處慢慢逼近。它不是小行星，也不是彗星，更不是某顆流浪行星突然闖入太陽系，而是一整個星系，一個擁有上兆顆恆星的龐然大物，正在朝着我們的銀河系一步一步墜落而來。它的名字叫做仙女座星系。40億年後，它將抵達。到那一天，我們熟悉的夜空將不再是今天的模樣。但在你開始想象宇宙爆炸、星星互撞、天空被火光撕裂之前，我們先把話說清楚。這不是電影裡那種碰撞，兩個星系相撞，和兩輛汽車迎面撞上，完全不是同一回事。不會有一瞬間的爆炸，不會有碎片像玻璃一樣四處飛濺。甚至，如果某種智慧生命真的有幸在那個時代站在一顆行星上，親眼看着這一切發生，他可能一輩子都感覺不到任何突然的災難。因為星系的碰撞是宇宙尺度上的慢動作，它不是幾秒鐘，不是幾天，也不是幾年，而是要用數百萬年、數十億年來觀看的一場天文巨劇。在這場巨劇裡，銀河系會被拉伸，仙女座會被扭曲，數不清的恆星會被推入新的軌道，黑暗的氣體雲會被壓縮，點燃一批又一批新生恆星。兩個超大質量黑洞最終也可能在新星系的中心合而為一，讓時空本身泛起漣漪。而我們所在的太陽系，這個看似穩定的小小角落，也將被捲入這場緩慢卻不可阻擋的重塑之中。今晚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場未來的宇宙碰撞。它會怎樣開始？地球會怎樣？太陽會被甩出去嗎？銀河系會消失嗎？仙女座星系又會變成什麼？最後，在這場長達數十億年的混亂之後，一個全新的星系將會從廢墟與星光中誕生。這不是世界末日的故事，這是宇宙如何改造自己的故事，也是我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原來夜空中那一小團模糊的光斑，並不是靜靜掛在那裡，它正在朝我們而來，而且它終將抵達。要理解這場碰撞，我們得先認識兩位主角。第一位是我們自己的家園——銀河系。銀河系是一個棒旋星系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巨大的宇宙風車。它不是一個圓球，而是一個扁平的圓盤，從中心伸出幾條懸臂，像發光的河流一樣，在黑暗中緩緩彎曲。在銀河系的中心，有一個由密集恆星組成的棒狀結構，而在這個中心更深處，藏着一個超大質量黑洞，它叫人馬座 A 星。它的質量大約是太陽的400萬倍，聽起來已經巨大的不可思議，但在星系尺度上，它只是整個銀河系中心的一顆黑暗心臟。銀河系的直徑大約10萬光年，這意味着，即使你能以光速飛行，從銀河系的一端穿到另一端，也要飛10萬年。而我們的太陽，只是銀河系中幾千億顆恆星之一，它不在中心，也不在邊緣，它位於一條較小的懸臂附近。這片區域相對平靜，
距離銀河系中心大約26000光年。我們就在這裡，繞着銀河系中心旋轉。太陽完成一圈公轉，大約需要2億2500萬年。也就是說，自從恐龍出現在地球上以來，太陽大概才繞銀河系轉了1圈左右。這就是宇宙時間的尺度。人類文明幾千年，在銀河系眼中，連一次呼吸都算不上。第二位主角是仙女座星系，它和銀河系很像，也是一個螺旋星系，但它更大。它可能擁有1兆顆恆星，甚至更多。它的直徑大約22萬光年，是銀河系的2倍以上。它距離我們約250萬光年。這個距離聽起來遙不可及，但在宇宙尺度上，它其實是我們隔壁的鄰居。如果你在遠離城市燈光的黑暗夜空下，抬頭望向仙女座方向，你也許能看到一小團模糊的光，那就是仙女座星系。肉眼看起來，它只是淡淡的一抹白霧，像天空上被人輕輕擦過的一道痕跡。但那不是一團雲，那是一整個星系。那團微弱光斑裡，藏着上兆顆恆星、無數行星、氣體雲、塵埃帶、星團，還有一個比銀河系中心黑洞更巨大得多的超大質量黑洞。如果我們的眼睛足夠敏感，能看見仙女座星系完整的外圍光暈，它在天空中的寬度會比滿月大好幾倍。只是它太暗，太稀薄，我們平常只能看到它明亮的核心，所以它才顯得那麼不起眼。但這個不起眼的光斑正在逼近。天文學家是怎麼知道的？答案藏在光裡。當一個物體朝我們靠近，它發出的光會被壓縮，波長變短，光譜會往藍色方向偏移，這叫藍移。反過來，如果一個星系正在遠離我們，它的光會被拉長，往紅色方向偏移，這叫紅移。這和救護車的聲音很像。救護車靠近你時，警笛聲變得尖銳；它遠離你時，聲音變得低沉。聲音會這樣，光也會。天文學家觀測仙女座星系的光譜，發現它正在藍移。這代表它不是遠離我們，它正在朝我們而來。速度大約是每秒110公里，換算成人類熟悉的單位，大約每小時40萬公里。這個速度快得驚人。如果一輛車能以這種速度行駛，1小時就可以繞地球10圈。但對宇宙來說，這仍然很慢，因為仙女座離我們250萬光年。就算它一直朝我們靠近，也還要40億年左右，才會真正與銀河系開始大規模互動。40億年，這個數字大到幾乎失去意義。地球本身大約46億歲，也就是說，從地球誕生到今天，經歷了海洋形成、生命出現、恐龍興亡、人類文明崛起。這一整段漫長歷史，再過差不多同樣長的時間，仙女座才會真正抵達。但宇宙已經開始倒數，而最讓人着迷的是，即使2個星系真的相撞，它們也不會像2顆實心球那樣撞得粉碎，因為星系太空曠了。每個星系看起來充滿恆星。但實際上，
恆星與恆星之間隔着巨大的空間。我們最近的恆星鄰居是比鄰星，它距離太陽大約4光年。4光年換成人類距離是大約38兆公里。如果把太陽縮小成一顆橘子，那比鄰星可能要放在數千公里之外。恆星之間就是這麼空，所以當銀河系和仙女座穿過彼此時，恆星直接相撞的幾率極低，幾乎不會有2顆恆星真的迎面撞上。你可以想象2群蜜蜂朝彼此飛來，如果蜜蜂密密麻麻，唾們肯定會互相撞上。但如果每隻蜜蜂只有沙粒大小，而唾們彼此相隔一個足球場那麼遠，那麼2群蜜蜂交錯而過時，真正碰撞的幾率就小得可憐。星系碰撞就是這樣，不是恆星撞恆星，而是引力撞引力。真正改變一切的，不是直接碰撞，而是重力。每一顆恆星都在拉扯其他恆星，每一團氣體雲都在感受整個星系的引力。當2個擁有數千億甚至上兆顆恆星的星系互相靠近時，這些引力會像無形的大手，把原本整齊的結構拉歪、撕開、扭曲。銀河系的懸臂會被拖長，仙女座的外圍恆星會被拉出長長的尾巴。有些恆星會被推入新的軌道，有些可能被甩到星系外圍，甚至有少數恆星可能被完全拋出星系，成為漂泊在星系際空間中的孤獨太陽。這種被拉出的長長恆星流叫做潮汐尾，它和地球海洋的潮汐其實來自同一個原理。月球的引力會拉扯地球上的海水，讓海水形成漲潮與退潮。而在星系尺度上，仙女座會拉扯銀河系的恆星和氣體，銀河系也會反過來拉扯仙女座。只不過，被拉動的不是海水，而是恆星，是氣體雲，是整個星系的骨架。隨着仙女座越來越近，夜空會慢慢改變，不是一夜之間，而是以100萬年為單位。今天我們看到的仙女座只是一小團模糊的光，但未來在碰撞前的數億年裡，它會一年比一年更大。當然，肉眼不可能在一晚之間察覺，但如果你能把相隔1000萬年的夜空照片放在一起比較，那變化會震撼到讓人說不出話。仙女座不再是暗淡的污點，它會成為天空中的巨大銀白色漩渦。你能看到它明亮的核心，看到它彎曲的懸臂，看到懸臂中閃爍的藍色光斑。那些藍色區域是新生恆星正在大量誕生的地方，因為在2個星系靠近的過程中，氣體雲會被壓縮，而恆星就是在氣體雲被壓縮到足夠密集時誕生的。原本安靜漂浮在星系中的氫氣雲，會因為引力擾動開始坍縮，密度增加，溫度升高，中心越來越熱，直到某一刻，核融合點燃，一顆新的恆星誕生了。星系合併常常會引發這種現象，天文學家稱它為星爆，也就是恆星形成突然大爆發的時期。平常一個星系每年可能只形成幾顆太陽質量的新恆星，但在星爆期間，這個速度可能提升10倍、100倍。大量年輕、
熾熱、明亮的藍色恆星會在星雲中誕生。它們壽命短暫，卻非常耀眼。它們像一批批宇宙煙火，在混亂中被點燃。這就是星系碰撞最反直覺的地方。它不是單純的毀滅，它也是創造。兩個星系互相撕扯，會摧毀原有的秩序，但同時，它也會擠壓氣體，孕育新恆星，甚至創造新的行星系統。宇宙在破壞中重塑自己，在混亂中製造新的光。如果那時仍有觀測者存在，他們會看見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空。夜空中不再只有今天那條淡淡的銀河帶，而是有兩個龐大的星系結構橫跨天穹。銀河系本身已經被拉伸變形，仙女座的核心則巨大而明亮，懸在天上，像一個正在逼近的宇宙之眼。兩者之間是混雜的恆星、發光的氣體雲、黑暗的塵埃帶，以及被引力拉出的長長星流。那將是一個壯觀到近乎神話的夜空。可是，白天可能仍然很普通，太陽照常升起，影子照常移動。如果那時的地球仍然有海洋，潮汐仍會起落。如果還有季節，春夏秋冬仍會輪替。這就是星系碰撞的奇妙之處。在宏觀上，它是整個星系的命運轉折；在日常生活中，它卻可能安靜得令人不安。但這不代表完全沒有危險。真正可能影響太陽系的，不是某顆恆星直接撞上太陽，而是其他恆星從附近經過，擾動太陽系邊緣的奧爾特雲。奧爾特雲是包圍太陽系的一個巨大冰冷外殼，它離太陽非常遠，裡面可能有數十億甚至上兆顆冰凍小天體。這些天體是太陽系形成時留下的殘餘物，它們平常安靜地待在遠方，受到太陽微弱引力束縛。但如果一顆恆星從附近掠過，它的引力可能會把其中一些冰凍天體推入新的軌道，有些會被甩出去，有些會被推向內太陽系。於是，彗星數量可能突然增加。對行星上的生命來說，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事情。因為一顆大型彗星撞擊行星，足以改變氣候，破壞生態，甚至引發大規模滅絕。所以，星系合併對地球的威脅，不是天空突然裂開，而是漫長時間裡，外圍天體被攪動，讓原本寧靜的太陽系變得不再安全。還有另一種危險，來自超新星。在星爆時期，大量大質量恆星會誕生。這些恆星非常亮，也非常短命，它們可能只活幾百萬年，然後就會以超新星的形式爆炸。超新星是宇宙中最猛烈的恆星死亡方式之一。如果一顆超新星在距離地球幾十光年內爆發，它釋放出的高能輻射可能會破壞行星大氣，尤其是臭氧層。臭氧層受損後，地表紫外線會增加，生命將面臨嚴重壓力。不過，即使在星系合併期間，這種風險也不是必然發生。空間仍然太大，超新星雖然變多，但要剛好在足夠近的距離爆發，幾率依然不高。宇宙總是這樣，它既危險，
又寬廣的不可思議。它能製造災難，也常常讓災難擦肩而過。接着，時間再往前推，兩個星系的核心開始第一次真正靠近。這將是整場合併中最壯觀也最混亂的階段之一。在星系中心，恆星密度遠比太陽附近高得多。太陽附近，恆星之間相隔好幾光年，但在銀河系中心附近，恆星可能相隔只有幾個光週，甚至幾個光日。如果你站在那樣的地方，夜空不會是黑的，它會被星光填滿。密密麻麻的恆星會讓天空像永不熄滅的黎明。而現在，銀河系中心與仙女座中心正在互相逼近。銀河系中心有一個400萬倍太陽質量的黑洞，仙女座中心的黑洞更大，可能有1億到2億倍太陽質量。這兩個黑暗巨獸不會立刻合併，第一次交匯時，它們仍會相隔很遠。但隨着兩個星系一次又一次穿過彼此，它們會逐漸被拉向共同的中心。最後，它們會形成一對雙黑洞系統，兩個超大質量黑洞繞着彼此旋轉，每一次繞轉都會釋放重力波。重力波不是光，不是聲音，而是時空本身的波動。愛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預言了這種現象，直到21世紀，人類才第一次直接偵測到黑洞合併產生的重力波。但那是恆星級黑洞，而銀河系與仙女座的黑洞合併將是超大質量黑洞的合併，它釋放出的能量會大到難以形容。在最後合併的幾秒鐘裡，兩個黑洞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彼此環繞，然後它們會合而為一，一個更巨大的黑洞誕生。部分質量會轉換成重力波能量，向整個宇宙擴散。這可能是除了宇宙大爆炸之外，自然界最強大的事件之一。但最詭異的是，你用眼睛可能什麼都看不見。夜空不會突然閃白，不會有火球炸開，不會有可見的衝擊波掃過星空，因為大部分能量是以重力波形式釋放。只有擁有足夠精密的重力波探測器，才能看見這場時空深處的震動。宇宙最強大的事件，有時反而是最安靜的。第一次穿越之後，兩個星系不會立刻粘在一起，它們速度太快，會先穿過彼此，然後被自身動量帶開，再被引力拉回來。接着第二次交匯，第三次交匯，每一次交匯都會讓它們損失一些能量。這個過程叫動力摩擦，聽起來很複雜，但可以簡單理解成，當一個巨大的星系核心穿過一片由恆星和暗物質組成的海洋時，它會在身後留下引力擾動。這些擾動反過來拉住它，讓它慢下來，就像一艘船穿過水面，會激起波浪，而波浪也會消耗船的動能。星系也是如此，每一次穿越都會讓它們飛得不那麼遠，每一次回來都會比上一次更深入。到了第二次、第三次交匯後，原本的螺旋結構幾乎徹底被破壞，銀河系不再像今天這樣是優雅的漩渦，仙女座也不再保持原本的形狀，兩者被撕成一片混雜的恆星海，氣體雲被壓縮又加熱，
星爆一波接着一波，年輕藍星誕生後又迅速爆炸，黑暗塵埃帶像傷痕一樣橫過發光星雲，整個新生星系像一場持續數億年的風暴。而我們的太陽系呢？它會被撞碎嗎？最可能的答案是不會。太陽大概率會繼續帶着行星運行，地球如果還存在，也會繼續繞着太陽，因為行星與太陽之間的引力束縛很強。星系合併的引力變化雖然巨大，但它的尺度太大，變化太慢，通常不足以直接扯散一個行星系統。真正不確定的是，太陽最後會被送到哪裡？它可能留在新星系的外圍，可能被推入比較橢圓的軌道，也可能進入新星系的星系暈，遠離中心區域，甚至有很小的幾率，它會被完全拋出新星系，成為一顆流浪恆星。如果太陽真的被拋出星系，而地球仍然繞着它，那麼從地球看出去，夜空將變得極其黑暗。原本橫跨天空的銀河消失了，新形成的巨大星系可能指向遠方的一團光，四周是空曠的宇宙深淵。那會是一種令人心碎的孤獨，但這種命運並不常見。大多數恆星會留在新星系內，太陽更可能只是被放到一條新的軌道上，成為未來橢圓星系中的一員。最終，經過數十億年的拉扯、穿越、震盪與混合，銀河系和仙女座會真正合併。那時，已經不再有銀河系，也不再有仙女座。它們會變成一個新的星系，天文學家有時戲稱它為 Milkomeda 或者 Milkdromeda， 也可以叫它銀仙星系。這個新星系很可能不再是漩渦星系，它會變成一個橢圓星系，沒有清晰的懸臂，沒有薄薄的圓盤，沒有今天這種優雅的銀河帶。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龐大的、近似橢球形的恆星集合體。恆星不再整齊地沿着同一平面繞行，它們會朝各種方向運動，像一個被攪拌過的巨大蜂群。這個新星系中將包含銀河系與仙女座原本的大部分恆星，總數可能超過1兆顆。中心會有一個合併後的超大質量黑洞，質量可能超過1億個太陽。它會成為新星系的引力核心，但對遠方的大多數恆星來說，真正支配軌道的仍然是整個星系的總質量，而不是單一黑洞。合併完成後，新星系會慢慢安靜下來。星爆逐漸減弱，氣體被消耗殆盡，或被超新星與黑洞活動加熱吹散。新的恆星誕生速度下降，藍色大質量恆星陸續死亡，留下來的主要是壽命漫長、溫度較低的紅色和黃色恆星。整個星系會從明亮、混亂、藍白閃爍的年輕風暴，逐漸變成一個古老、平滑、偏紅的巨大星團。如果你站在這個新星系裡，看到的夜空將和今天完全不同，不會再有銀河帶橫跨天空，星星的分布會更均勻。如果你靠近中心，天空會擠滿密集的星光；如果你在外圍，天空則會稀疏許多，只能看到遠方中心區域朦朧的光芒。我們今天熟悉的星座也早已不存在。
北斗七星不會再是北斗七星，獵戶座不會再是獵戶座。星星的位置會因為長時間的運動而完全改變。人類曾經賦予夜空的神話、方向和記憶，都會被時間抹去。但在新星系的某個角落，也許仍會有行星誕生，因為星爆時期製造了大量新恆星，而新恆星周圍可能形成新行星。更重要的是，經過數十億年恆星演化後，銀河系和仙女座中的氣體都已經富含重元素碳、氧、硒、鐵。這些元素是岩石行星和生命化學的材料。宇宙早期只有氢、氦和少量鋰，那時很難形成像地球這樣的研制世界。但到了銀河系與仙女座合併的時代，星際氣體已經被一代又一代恆星反覆加工。超新星把重元素撒向太空，新恆星再把這些材料吸收進去，行星也在這些材料中形成。所以，雖然這場合併會威脅某些古老世界，也會改變原有星系的秩序，但它同時也可能為新生命播下種子。宇宙從不只是毀滅，它更像是一台巨大的回收機器。舊恆星死亡，重元素散出，新恆星誕生，新行星形成，然後某個不起眼的世界上，也許又會出現海洋、雲層、閃電、微生物，甚至某種會抬頭仰望天空的生命。那麼，地球最後會怎樣？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。但答案其實有點殘酷。在仙女座真正抵達之前，地球很可能早就不適合生命居住了。太陽並不是永遠穩定不變的，隨着年齡增長，太陽會慢慢變亮。大約10億年後，太陽亮度增加，地球表面溫度升高，海洋可能開始大量蒸發，水蒸氣進入大氣，增強溫室效應。最後，地球可能走向失控溫室狀態，它會變得越來越像金星，炎熱、乾燥，大氣厚重，海洋消失。對我們熟悉的生命來說，那將是地球生物圈的終點。所以，等到40億年後仙女座靠近時，地球即使還存在，也很可能已經是一顆死寂的岩石行星，而太陽本身也將接近生命後期。它核心中的氫燃料會逐漸耗盡，之後，太陽會膨脹成紅巨星，它的外層將向外擴張，吞噬水星和金星，甚至可能吞噬地球。即使地球沒有被完全吞掉，也會被高溫烤成一個熔焦黑、無法居住的世界。這意味着，當銀河系與仙女座真正合併時，今天這個藍色地球大概率已經不再是生命家園。如果人類或人類的後代仍然存在，他們必須早已離開地球，也許住在外太陽系的人工棲息地，也許移居到其他恆星附近，也許已經改造成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生命形式，也許他們會把這場星系合併記錄下來，像我們今天記錄日食和流星雨一樣，只是時間尺度拉長到文明本身都難以承受。但也有可能，那時已經沒有任何人類後代，宇宙不會因此停下，仙女座依然會來，銀河系依然會被改造，黑洞依然會合併，
新星系依然會誕生。這就是宇宙最震撼，也最冷靜的一面。它宏大到令人敬畏，也冷漠到令人沉默。我們的存在，對星系來說微不足道。地球只是銀河系裡一顆普通恆星旁邊的小行星。銀河系有數千億顆恆星，宇宙中又有無數星系。從這個尺度看，人類文明像是一瞬間閃過的火花，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毫無意義。恰恰相反，在這個巨大而沉默的宇宙中，我們居然能理解這一切。我們能測量仙女座的速度，能計算40億年後的碰撞，能模擬潮汐尾如何形成，能推測黑洞如何釋放重力波，能在一顆小小行星上，透過望遠鏡和數學，預見整個星系的命運。這本身就是人類最不可思議的成就之一。古人看到仙女座，只覺得它像一小片雲。公元10世紀，波斯天文學家蘇菲曾記錄它，把它稱作小雲。很長一段時間，人類以為它只是銀河系內的一團星雲。直到20世紀，哈勃透過觀測仙女座中的造父變星，證明它遠在銀河系之外。那一刻，人類宇宙觀被徹底打開。銀河系不再是整個宇宙，它只是浩瀚星系海洋中的一座島。而現在，我們又知道，這座島並不是孤立不動的，它正在與另一座更大的島嶼互相靠近。這場相遇將在遙遠未來改寫我們宇宙領域的面貌。銀河系和仙女座曾經各自擁有自己的旋臂、自己的恆星、自己的歷史。它們都曾吞噬過小星系，都曾在過去的合併中成長。銀河系正在撕裂人馬座矮星系，仙女座外圍也有許多被吞噬小星系留下的恆星瘤和殼層。它們早就不是第一次參與宇宙合併，只是這一次，對象太大了。這不是大魚吃小魚，而是兩條巨大的宇宙河流，終於匯入同一片海。40億年後，當仙女座的上兆顆恆星與銀河系的數千億顆恆星交錯而過，這將是本星系群有史以來最壯觀的轉變之一。它會持續很久，久到任何一個生命都無法完整觀看。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加速，把數十億年壓縮成幾分鐘，畫面將無比震撼。一開始，遠方一團模糊光斑變大，接着懸臂顯現，然後兩個星系互相拉伸，潮汐尾像星光絲帶一樣甩向太空，核心相互穿越，恆星形成爆發，黑洞靠近，重力波擴散，星系一次次分離，又一次次回來，最後一切旋轉、撕裂、混合、冷卻，兩個星系消失，一個新星系誕生。這就是我們夜空未來的命運。它不是突然降臨的末日，而是一場緩慢的宇宙重塑。我們看不到結局，我們的子孫也未必看得到，但我們能在今天，坐在這顆藍色星球上，抬頭望向那一小團模糊的仙女座光斑，知道它不是靜止的，它正在靠近。它帶着上兆顆恆星，帶着古老的星團，帶着塵埃、氣體、黑洞與暗物質，朝着我們所在的銀河系前進，而銀河系也在朝它墜落。
兩者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。這個故事已經開始了，只是它的節奏太慢，慢到人類的生命感覺不到。但在宇宙眼中，40億年也許並不算遠。當那一天終於到來，當銀河系與仙女座真正相遇，我們所在的宇宙角落將經歷一次徹底的變形，不是毀滅成空無，而是重組成新的秩序。星光會被重新排列，黑暗會被重新點亮，古老的懸臂會消失，新的星系會誕生。而這也許就是宇宙最深層的規律。沒有什麼真正靜止，沒有什麼永遠保持原樣。恆星會誕生，也會死亡；星系會形成，也會合併。夜空看似安靜，其實充滿運動。我們抬頭看到的每一點星光，都在旅途中。而仙女座那團肉眼幾乎看不清的微光，正是這趟旅程中最壯觀的提醒。它告訴我們，宇宙不是一幅靜止的畫，它是一部正在播放的史詩，而我們正站在其中一個章節的開頭。